我们现在呢已经在太平了，马来半岛第一个采锡矿的地方。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到有这个湖，对不对？是啊，它也是第一个好几个废弃的矿湖改造而成的湖滨公园。在这里呢，我就约好了一个道道地地的那个太平人啊，他呢就会跟我们分享咖啡，还有跟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美景。应该就是他了啦 ，Steve。，yes， Hello， OK， 来到你好，你好，你好。太平的咖啡也就是南洋咖啡嘛，对不对？对，其实太平咖啡也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那个传统咖啡我们叫南洋咖啡。但是呢，太平人呢就把它做了很多变化。现在呢就介绍你近期在太平很爆红的一个咖啡，OK，这个咖啡叫做咸咖啡。OK， 来，我们试试看哈，咸咖啡。 Thanks bro， 谢谢。很特别，它咸也不会很咸啦。不会。其实现在在马来西亚啦，咸咖啡蛮红一下。其实，在很久以前呢，咸咖啡都有存在的。以前的咸咖啡呢，他们是拿那个咸 butter 加进咖啡里面，salted butter 呢加下去过后呢，就是它很油腻咯。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很少人喝，所以到近期又开始爆红起来。我个人也研发出我自己口味这个咸咖啡，我就没有用 salted butter， 我就直接放盐下去。但是呢，我的盐呢，我是用那个 organic 的 Himalaya Rock Salt。因为 Himalaya Rock Salt 的咸味就比较特别的，它咸中带甘，又不会死咸，跟咖啡又能融合得进。在传统炒咖啡里面呢，都有放盐的，但是我们就放了多了3倍 Himalaya Rock Salt。哇啊，这样成本不是很高？成本高是高，但是最重要是好喝啊！来试试看，这个很特别，叫做加加冰。加加，你听名字，你根本猜测不到它里面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喝起来真的不像咖啡，有一种麦片的味道在那边。这个咖啡呢，其实是薏米加咖啡，就是 barley with coffee。巴黎 Yes。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薏米跟咖啡放在一起？其实薏米跟咖啡这个加加冰呢，在太平里面呢，也是属于一种传统的特色饮料。它是由一间狗屁店研发出来一个冲法，过后就蔓延到全太平的每一家咖啡店都有这个饮料。然后我自己本身呢，就把它再研发成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风味。从我父亲开始就做咖啡厂，做到现在而已。你是第2代对，我是第2代。啊？太平是一个小地方，但是在太平有6家咖啡厂，特别多。太平有很多第一，火车站医院，印象。监狱，第一个监狱，天主教堂。这个西方的文化第一个真正的传入了，就是你们这边。有很多地方呢，还是保留的蛮不错。All right guys， 我们终于到了18丁喽。我在网上有读到这个18丁以前呢被称为波威 Port Well， 它是一个位于太平附近的一个小渔村。OK， 然后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去参观他们的炭窑。为什么？因为这里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这个制炭区。我也知道这个地方虽然是很小了，不过它还保留了很多的那个传统的行业。不如这样子你们呢就去看那个制炭，然后我呢就要去拜访一个西洋行业，那就是造船。我们去了解他们怎么做这个炭之后呢，美食交流会你可以拿一些回去，然后使用它。good idea 啊！我叫你煮的东西就有炭香味了。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老板吧？老板我们知道18丁是一个制炭的好地方，对吗？对，因为我们这边的碳是顶呱呱的。我们这边呢是全世界保管的最好的红树林，大概4万公顷的红树林，我们不能随便砍的，我们是有策划的。今年我们在这一区砍着，明年我们就会去另外一区，这一区砍过的呢就会种回。给它时间再长。长，每一棵你所看到我们这边的红树，全部都是30年的树。
这个是我们的窑，我们是用砖块、黄泥，因为我们不能用洋灰嘛，不能用那个水泥。这样用水泥那些呢，它热了就会裂，就会爆，所以我们只是用黄泥和砖块。好 OK， 走，我们进去里面看。好 ，Let's go。哇，其实看起来很像 igloo 啊，对 Exactly。不对？igloo。为什么这个炭窑呢要这个形状？我们这边呢不是烧它，我们是熏，所以这个形状呢才可以给那热在里面循环。我们现在要削皮，我们削皮呢是上面那层 OK 去掉罢了哦。这样。Not easy 嘞，不，这个也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好，现在呢，把它抬进去，抬进去放在里面，每一只放在里面都是给它立着站着的。里头可以装满多少个？我们可以放进去大概1500只到2000只的这个红薯，放满了就要封门，就要开始起大火了。大火我们会大概10天，24小时没有停的。我们要把里面的热度提升到85度摄氏。它热度达到85度了，我就要把这个大的火呢改成小火了。小火我们会继续的又在大概14天，那个热度呢还是一直在上着的，它会上到大概220到250度，冷却最少又要8天。你们知道里面已经成了炭呢？来，我们看这边哈，你看这个烟出来呢，其实它不是单单是烟，它有水汽的。我们是这样抓哈。为什么会哇？OK， 来，你们试看先。 Chef， 呼，是会烧的 bro。我了解老板讲摸那个烟 ，because 这个是 more like steam， 蒸汽对吗？所以说这个呢是还没好的，还需要多几天？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对，但是这个是蛮试的。好，你好。好，你好。大致上这些船哦是用来在红树林里面的木哈。对，在红树哈，因为他们在红树的时候啊，他们的木材呀是要丢的嘛，比较可以承受，对不对？像你现在修的这些船哦，他们是用什么木来做的？真爱巴杜，我们真爱巴杜它是比较硬，因为他们要摘红树的时候进那个小港里面，在里面扒里面啊，是，然后他们有撞到的嘛，然后有树根啊还是什么，它比较硬，它撞了就没有那么容易破咯。在修船呐？你要不要给我try一下？可以啊，来。这个船发生什么事情啊？漏水啊！哦，所以你就直接用绳子这样子放在里头，防住它水不要进哦。哦，你叫我打哈？你要不要打我的手指啊？我尽量不要啦，你还需要你的手指做工哦。我已经少了一点了，清楚你知道吗？真的吗？那打东西你看。哎呦，我连指甲都没有了哈。你爸爸花了多少的时间哈，把这门手艺教给你啊？没有教的，爸爸没有教的，他只是做，你看了就要会。所以是 monkey see monkey do 啦。可是为什么当初哦，你会想要跟你爸爸一样造船修船，然后接过他的生意？没有啦，以前没有读书嘛，然后他叫我来做工，我讲买辆车给我啦，他讲 OK 咯，可以咯，买辆车给我啦，然后就来做咯，做了就骗到现在了。最后产品呢出来的那个碳哦，还是一支一条一条的。那为什么你们的碳会那么好哎 ？OK， 我们这边是属于那种硬木，它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烧烤时间长，我们的热度又高，还有这边的碳少烟，所以我们这边的碳哦，它的品质是比较属于高一点的，日本人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这边做出来的碳60到70%都是给那个日本厂。哦，做那些 yakitori。对。今天看了这个制作过程啊，老板辛苦了，真的。我回去我会更想要用碳，让更多人知道碳煮出来的食物的味道会更好。那碳香味。碳香，yes。我是没有看过这种船啦。你需要多长的时间哈，来打造一艘新的像这样的船？2、3个人来讲啊，1个月处可以做好了。你是会不会觉得说修那个船比做新的船来的重要？如果修船1、2天，我们要做给他们出气，因为他们要早吃嘛，我们给他做了，他们就能做工了咯。跟阿豪相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作品，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很让人敬佩的。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啊，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都需要人家的肯定，人家的鼓励。
一句很简单的谢谢，就会是另外一个人坚持下去的这个推动力。好累哦。Oh yes, let's go。赶快，槟城要大塞车了，赶快！你知道啦，这个槟城这边呢是一个美食天堂啊，是很饿了。是很多人呐都会来这个 New Lane 啊来吃东西。哇，真的很多人，是一望过去真的是， Let's go, boys。哇，你看真的很多人哦。什么东西那么好吃？海鲜炒粿条哎，那一定要有一个人去排队嘛，不如我们欧杯送嘛， OK。就来哦，不一样颜色的就去排队哦。 ，OK，哦，北送。OK 了，你去买那个炒粿条，买鸭蛋的啦，鸭蛋的啊啊，大盘的啊。买很大盘的 OK。好啊，来，值得。喂，没有你自己去。Hello， 老板你好，你的这个萝卜哈很出名哈。差不多。是啊，所以萝卜其实就是五香肉卷来的。哦，back in Singapore。是，你的什么最出名啊五？香肉就是我妈妈跟着我们一起把，还有虾饼现做，还有豆干。 37样啊，哇，就是要那个肉卷。我要豆干。bro， 它这里还有那个 garlic sausage， 很像那是泰国的。而且是手工的猪肉肠。OK， 手工的猪肉肠。有什么蘸酱？蘸酱就是黑色卤酱，红色是辣酱。我们新加坡的是粉红色的，这个真的像卤酱。Hello， 老板你好。Hello， 老板。你的酱料有哪一些啊？香港辣椒甜酱、三根酱。对，槟城的这个猪肠粉哦，它是有放虾膏的啦，虾膏。哇，新加坡没有放虾膏的啊。收饭我们吃到的哈，从那个街边一直到现在的哈 Yes，它有不同的酱汁，不过就是没有这个虾膏的。OK， 大盘的一盘。哦，阿峰。是，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 Peranakan 甜品。 Hello， 老板你好。你好，你有什么口味啊？有3种馅料，你可以回答。哇，你的阿峰有2种啊，一种是原味，另外一个是有香兰叶的。对对对， OK。哎，老板你是爸爸郎啊？就是我爷爷他跟娘惹爸爸打工。人在那边学会，对对对人现在传给你。对对，我是第3代的。第3代哦。 OK， 我们要那个班丹的，我们现在要吃的，哇，热腾腾的。哦，这个你可以吃得出它的这个香兰叶哈，是用那个新鲜的香兰叶然后榨的那个汁来染色的。对，它不是那种香精油，你知道吗？人有那个 plastic 对对对，吧这个就完全没有。好吃啊。炭烧海鲜炒粿条40年老字号，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呢，就会有很多人排队。还有他们卖的，哎，真的是有鸡蛋，还有鸭蛋，大小都有。我觉得应该是到我了。哇，你在这边卖了40多年了，你觉得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排着买你的这个炒粿条？看这个，啊，炭烧的对吗？看烧。你们用的这个看哦，是不是来自18丁的？哦，所以你加这个是猪油啊，这个是辣椒。哎，Let's go！来到这个槟城啊，第一餐呢一定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对，我们 try 这个了，弟弟排队排到这么久，真的有那个炭香味不？有，真的有。不过话又说回来，跟我们习惯的炒粿条呢非常的不一样。第一，卖相颜色；不够黑。第二，咸而不是甜。对，下一道，猪肠粉，你知道上面的是什么来的吗？你猜虾米还有芝麻。 ？Awesome。黑黑的是什么？ right，你看，然后我就跟你讲了，很浓的香膏，你 right。这个真的要这样搅拌它才我都可以吃。说了，搅了之后它的味道比较均匀，是吗？是。就是来罗架的味道，可是又不脆，
等你咬到猪肠粉，你就觉得很滑。本来你又被那个肉酱的味道 one punch in the mouth。我喜欢那个虾米，真的提香很多。要吃它的萝卜，它最好吃的，他说卖的最好的就是它的这个五香肉卷。这里的五香肉卷，它的肉很多一块一块在里面，它不是用肉碎，对，它是用肉块，所以吃起来比较扎实。我觉得它的卤汁啊，它的味道非常浓郁，好吃哦，我比较喜欢这个。你有没有发觉到哈，我们的弟弟哈 Yes， 最近开窍了很多。我们两个都有很多的机会在餐车上呼风唤雨，做 leading chef。等一下，放下来，你不要用我的 trademark。我觉得是时候给你在餐车上面表现了。美食交流会呢，就由你来担任主厨了，啊。昨天呢，我们开过了那个濒危大桥嘛，就去到了那个冰岛。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冰岛，我们就要绕山哦，去到一个小镇哦，叫做弗罗山贝，去那边吃啊，非常特别的这个拉沙。就是这间了，不对，老板娘你好。Hello， 老板娘。哎，你这边有2种拉沙哈，一个是阿萨姆拉沙，另外一个是暹罗拉沙。对对，所以有什么不同香拉沙它有放椰浆、 ？OK， 南姜、黄姜，所以它的味道比较香了。是非常泰式的那个味道哈。对对对所以你们槟城拉沙是没有蓝姜跟黄姜啦，啊是也没有椰浆啦。没有，因为我们来槟城一定要吃槟城当地的阿萨姆拉沙嘛。对对对阿萨姆拉沙就3碗， OK，然后暹罗的哈1碗就好了。好，全部要放虾膏吗？槟城一定是要放虾膏的嘛，对不对槟城人要？吃虾膏的。对，OK 就放虾膏。好好，这样你的虾膏哈，就是道地槟城这里做的啦。对，哎，所以里面是有了什么啊？黄梨、黄瓜、大葱啊，然后一个是薄荷、不，你的拉沙里面也是有放鱼肉的，对不对？对对你们用什么鱼啊？沙丁鱼，是新鲜的沙丁鱼啦，不是罐头的沙丁鱼啦。哦，安迪来了，谢谢安迪，谢谢。这个是阿萨玛萨，那个冷妈的。 OK，哇，这个颜色真的很黄哦。Thank you，谢谢。这个拉沙一看过去就觉得它的汤汁还算蛮浓稠的，有可能有很多那个鱼丝在里面啊，它的沙丁鱼嘛，对不对？呀，你看这里，这个阿萨姆拉沙的汤头是用整条的那个沙丁鱼煮的，所以它的骨头啊、内脏啊，会给它一个回甘的 taste。它就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一种味道，它不是单一的一个鱼味在那边，酸酸甜甜的啊，吃起来不会腻。是，还有他们用的这个粗米粉，真的是比我们新加坡用的粗米粉来的比较粗，而且你咬下去的时候，真的有那个短短的，有那个弹性在那边啊。那个虾膏就跟它其他的配料搭得非常的好，它也没有说特别的出众，你偶尔就可以闻到那个虾膏的那个香气在那边，这个我喜欢。好吃。现在可以试这个香拉沙了嘛？来，我们试试看这个。那个颜色看起来就不一样哦，黄姜对完全不一样就很像泰国那个 green curry 啊，啊，甜的甜的椰奶味。对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煮的啊。对哈，这次你要做主厨哈，不然我们就煮拉沙啦。我只懂嘎东拉沙它的粗米粉是短短的，但是要用汤匙吃，每次椰浆味很浓。这里用薄荷叶对吗？我们新加坡是用拉沙粒。老板你好，哇哦，老板嗨你在做什么？啊，我在做水粉，要不要我来帮你一下？这个就把一张纸啊，推进去，就把这个米糊大概拿45度，这个是把它做成一个形状了啊，这样拉下来，好像一次就过了啊。一次过了就可以了。哎呦，很美很美很美。
这个做法是我爸爸发明的。一开始50年前，我们是用这个的，叫嘎江布袋啊，就是这样一粒粒挤的。不如我就用这个试一下啦。哎呦，我的好像……好，来了，感觉来了，感觉来了。有那个感觉哦。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这种生活了，就是很多那个大姐姐啊，她们就在我老家的前面，就在那边挤哦。边挤边聊天，边聊天。那这个有什么功效？这个是以前阿嬷的年代的护肤品啦，是有美容功效的，因为它是米做的嘛，纯天然哦，全部过程哦没有加到任何的化学成分哦，就是很纯的天然的护肤品啊。这个我先拿出去晒啊。哦，你是放在这里啊？总之晒到它干就对了。这个水粉是怎么用？你直接拿这样，然后涂在脸。加一点水，然后如果涂脸哦，一定要把脸洗干净。它发酵1个月，肯定有一个发酵的味道，所以很多人都感觉它有一点臭臭。啊，这里是我在发酵那个米的地方咯。哇，真的有一点酸酸的这个味道。那你们要发酵多久？1个月。米洗干净了就给它发酵咯，然后每个星期一定要换1次水。给它发酵了1个月过后，再洗过，洗了给它的味道减少很多。然后我再用一个老机器，就把它磨成米浆，再用一条布过滤，因为用起来会比较舒服，很滑。过滤好了，它还是水嘛，我就倒进一个布袋了，把它吊着就可以了，给它多余的水沥出来。哎，那你们用的那些米都是普通碎的白米。我看到一个 uncle 在那边，对了，就是他了，他就是老板，应该是啦。Hello， 是老板吗？好，是。嗨，你好，我是陆江。好，我是郑坤明。郑先生，郑坤明，谢谢，欢迎你们。这个就是豆蔻树了。这些就是豆蔻，因为马来布劳80%人种豆蔻的。从我阿公1905年来这边，他以前发现豆蔻了，他就种。阿哥，我要问你，为什么这里那么适合种那个豆蔻？豆蔻一定要用山上的沙。所以也就是说，要用那些沙，就是一粒粒那种沙，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排水，就不是好像那种土壤泥土。土不可以。吃豆蔻是最好、最健康的。很酸。豆蔻本身啊，其实它有很多所谓的医疗的效应嘛。豆蔻全身都是宝。不然这样了，老板，你就带我们去看一看哈。好。一些半成品。这个是豆蔻种子，因为我们这里的厂都是要晒这些豆蔻。那一粒豆蔻是这样子的，我给你看啊。我懂，这个红色的是 mace， 大都是以前我拿来做风湿药，我阿公是拿来针灸。Sorry 啊，老板。不要紧，就是很麻咯，它的感觉。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就拿来放在豆蔻油里面，豆蔻花瓣，你可以扒开来看，每一粒我们一定要扒给它美美的。所以，你所谓的这个豆蔻花瓣呢，正确的名称是叫做假种皮。印度人大多是拿来做香料煮饭嘛。所以这个白色的这边肯定我知道是可以做蜜饯。所以除了蜜饯之外，这个豆蔻肉也可以做成些什么？它的肉做豆蔻水，做豆蔻茶。那边的那个是豆蔻种子啊，每一粒要每天晒，晒了它有声音的，你可以摇摇。它里面种子里都还有种子啊？对，它的种子，老的我们做香料，嫩的我们做豆蔻油。这个就是它的里面非常浓郁的那个豆蔻的那个香气，用手按，你的手了很多油了的。哦呀，亮亮的。老板你为什么会想要继续制作这个水粉？我爸爸已经老了啊。他还在坚持做这很辛苦哦，不用想那么多了，就把我爸爸的水粉接手起来了。顾客来买的时候哦，他们会跟我讲，哇，你们的东西哦，可以把我们的皮肤都变得很好啊，听得蛮开心哦。现在做这个水粉哦，也是我妈妈也行动不方便嘛，我在做水粉，我在家嘛，我唯一想做水粉的就是想照顾2个老人家。那你爸爸做了多久你才接手？应该有40-50年吧。
老板，谢谢你啊，今天跟我解释了那么多，而且呢，让我体验到这个水粉的功效。OK 啊，桌上啊就有那个豆蔻的蜜饯，还有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豆蔻油、豆蔻水，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浓的版本的。哦，that is so good。这个很有那个 homemade 的味道啊，让我想起我童年的时候，因为我住在阿嬷家嘛，跟她会给我吃这个。这个豆蔻油啊，大致上呢，它有很多的作用啦。比如说，它可以替你祛风啊，你给蚊子咬啊，你的额头那边有2粒呢，觉得怎么样？温温的，而且辣辣的感觉。你看它里面还有那个 mace，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豆蔻水。It's very nice. Oh, so nice. 老板已经上了年纪了，不过他的热忱哦，真的是很浓哦。太浓了 ，I think 他太有 passion 了。我们来到了槟城的 Georgetown，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吃这个历史最悠久的这个豆沙饼啊，而且呢是整个槟城啊最老的这个饼店了，应该是老板来的。应该是。 OK， 谢谢。庄老板是吗？你好 ，Hello， 你好，嗨 ，Hello， 嗨。所以你们有167年的历史了哈。我们是从1856年开始，可以说就见证了槟城的历史了。这个招牌呢，在这边已经在19世纪末的时候就有了。当一看到这间店的外观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一些英式的那个建筑风格。自从2008年进了 UNESCO Heritage 以后呢，这边基本上全部的店面呢和里面的东西呢都不可以有大的改变的。来，哇哦！我觉得你室内的这个设计哈，修旧如旧，你就保留了，比如说地板上的那个马赛克。对。还有你们看这面镜子，因为是英殖民地嘛，对不对？它也融入了当年的那个皇冠。老板，我问你啊，你一开始是卖什么饼？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做2种饼，一个叫白糖，一个叫黑糖。这个就是我们最 popular 的豆酥饼，这是以前的包装，是现在都是盒子包装了，所以你看，你咬了以后要碎了要跌下来，那个才是手工制造的，所以很多人咬了就怕弄脏，因为它是酥皮的嘛，对，它是酥皮的 ，flaky。它里头这个馅料也很多，从这里可以看它一层一层的，中间呢就厚厚的豆沙。它又咸又甜，至少你吃的时候，它给你不同的体验，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口味。哇，很香，它的葱油真的很加分 ，This is very good。那现在我们还可以试那个糖饼吗？你是说那个以前的那个大饼啊？对。可是我们现在的呢？哦，就是这么 petite， 这叫黑糖，这张叫香饼。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味道，就是酥皮再加上黑糖。我觉得就很像我们喝泡泡茶的人啊，他们吃的那个 brown sugar pearl， 懂吗？那个味道就是这个的味道。对。Hello，welcome， 欢迎，你好。Batik 到底是什么？Batik 中文就是蜡染，蜡染的意思一定要用蜡染颜色。手工蜡染我们就是用这个模子 block print， 就是我们沾蜡而印在布上。我现在穿的就是手工模子蜡染。OK。另外一种我们是用手绘。这边就是我所说的手工蜡染手绘，需要的东西就是纯棉的布还是纯丝的布。蜡我们要变成 liquid 了我们才用 chanting tools scoop 它 draw。不过你们要先 sketch out， 你们要画什么东西？这是它的触须，它的翅膀，这个是它的身体，它的眼睛。哎呦，还是这样的嘞，它是眯着眼的。chanting tools 它有分它的 nozzle 的 size，SS to XL。手绘的话，你们要注意就是它的 join line。哦，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连接，那个颜色就会软过来，到另外一个部分，对吧？对。
所以 James，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上色了啊！而且你都已经用这个蜡，就是勾出我们的开着餐车啪啪走的 logo。你可以放红色在它的上面，给它散开。你觉得我们这个“开”这个字要放什么颜色 ？Pink。如果你要给它 shading 的话，你就是加水。把这门手艺啊，是不是在槟城呢是比较受欢迎的？ popular 的话是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丁加奴那边，槟城的话会比较少。那你为什么会在槟城做这门手艺？其实我父亲是在80年代已经开始这个 batik 的行业，我是 original from 槟城，所以我也希望是在槟城的地方传承这个手艺下去。好，我相信我们应该做好了吧？每次我看到手工做的作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非常有这个人情味。日后啊，当我看到我们的这些画作的时候呢，我会牢牢地记住这一刻 ，the moment。谢谢，谢谢。既然我们来到了城市，对吗？是，我就带你们去感受一下一种不一样的景色。Yeah，I think Brian 会很喜欢。对，我们很少去 shopping mall 的嘞，你们带我去 shopping mall 是干嘛 ？Thank you。Thank you。哦，为什么要去65楼那么高？哇，瞭望台 ，very nice，very nice， 可以下去聊。啊，没有了，不能偷看了。哎，这里可以走进去看的。你摘了 bro。Oh I cannot。bro 过来。来一起拍啦！来，刚才已经一起拍了，现在是要一起拍，试一下啦。就站在那边听一下。OK， 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栋高楼呢，拥有世界最高的高空漫步走道，然后从地面呢到顶楼有249米高，可以啦，这样249米而已。Last chance。No。OK， 给你以后走 baby 来的，你们走外面，我走这里 ，deal？OK 啊。呀，坦白说，我还以为啊，真的就是好像我们在新加坡这样上去 MBS 这样子看美景吗？怎么知道真的是有那个出去外面走的东西的？那个我是不可以的啦。其实呢，我是一个很喜欢这种刺激活动的人，所以呢，我很庆幸有这个整个旅程，让我体验这些刺激的活动。重点是呢，有我那2位兄弟陪伴着我。你看后面是谁？我跟你说，你不要好像刚才这样子跑去边边，我代表你的父母这样跟你讲话啊。你要的话，你就是靠着左边这里这样子走啊。哎，进来一点，不要出到这样外面去。我跟你讲的，这个节目播出来的时候，你不要给你父母看到了，他们吓他们一跳。你最好 keep to the side，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来。真的很像我的爸爸妈妈。我很开心，他们玩得那么开心，真的。相反的，我又很担心他们。我有接触过他们的父母，3个当中我年纪最大，我有一个莫名的那种责任感在那边。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玩这种的活动，所以连我这个没有惧高症的人站在上面，我也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真的很高 ，and then 你真的没有安全感，只有那条绳子，那个真的很刺激。Hello， 我们回来了。 Good job。哇，至少我看到你哦，当你这样走过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是有点感动，有点开心的。但我看到你站在那边，我很生气你啊！不要这样玩。Anyway， 我们可不可以安安静静？你的声音平平安安的欣赏美景吗？可以。可以啊。哦。哇，very nice。那个是那个足球场啊，顶啊，那边那 stadium。Yes， 那个 stadium。啊，刚才那一刻是值得的，跟着2个好兄弟高空俯瞰整个槟城，这将会是我毕生难忘的一次经历。你是在倒茶给我吗？是。苗苗你好，Brian大哥，来，今天就先请你吃一个广东人的点心
今天带你来这个还是要带有一点小历史啦。OK 因为这间店也差不多接近70年。这里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在外州或者是外国，是吃不到的。这个看起来像鱼翅的东西，但是它里面又加这个，又像意面又像黄面的那一种面，然后要加一点醋。它有点像吃鱼面的感觉，只是说它的面啊，一来就是软的，它不像我们习惯那种炸到干干的。对，这就是我们槟城人的一个特色。这个是我们爸爸小时候他们的味道嘛。我觉得同样一个美食，在不同的区域呢，它呈现的方式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就要根据当地人他们本身的那个喜好。所以你是最开始我是从舞台剧开始的，就不知道原来在马来西亚舞台剧是生存不了的。如果当初可以混得好的话，我现在应该比这更厉害。然后后来就进了影视圈，还是一样生存不了。幸好就有了导游这一行。你最终的梦想是什么？我很想有一天我可以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是，我是一名演员。然后我跟你说，继续的追逐你的梦想，这个是一个老掉牙的一句话啦。不过人是因为梦想而伟大的。Anyway， 多吃多吃，然后你带我去走街。Chef， 第一个步骤我们是要做什么？我们要检查我们的食材。这个呢就是槟城拉沙粉，通常我们在新加坡吃的那个嘎东拉沙，是用粗米粉来的嘛。是。可是来到槟城就用他们的拉沙粉，给虾米，还有其他的就是鱼饼、虾。这个呢就是那个血蚶。我听到我要当主厨的时候呢，我是有点紧张的啦。当我发现到有很多这些小细节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慌了。OK， 那鱼饼你要我怎样切？切成一片一片。So lengthwise 还是 breadthwise？ 不要一次给我问我太多问题，我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嘛。对。这一次当 head chef 呢，我其实是很开心啊。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让我的 sous chef 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我这个 head chef 呢，就是要守在这个煤气炉的旁边，然后呢，就是要下厨。哇 ，nice。给 chef 这个鱼饼切好了 ，OK？ 然后你去洗一下那个虾 ，yes， 好把它去壳，是的，就可以了。Holmes，I think 我们上面要关起来哦，不然等一下整个餐车湿到完。OK。So chef， 你炒那个虾米 OK 了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也是觉得 OK 了。好，然后呢，我把它拿出来。现在我已经炒好这个虾米了，现在我就要去蒸它。OK， 我也是把虾子的壳都去掉了。现在我们做拉沙叶。OK。OK， 不然我去起火。OK。你有看过 chef 起火吗？没有嘞，真的。通常都是sous chef起。其实用这个炭来起火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不会很呛，就像老板说的。这一次我就挑战自己了，就不要问 chef 了啦。要炒多久啊？这边又没有放哦，这个 recipe 没有写炒那个仁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哇，和麦很香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现在加入了那个虾米在里头啊，所以把它炒多一下子呢，应该就好了。炒仁巴要放油 bro， 看好喽。如果好了，你就拿那个椰丝去挤出来那个椰浆。我这个椰浆也是 OK 了，很好。OK， 来做汤底了，仁巴全部下，全部下。Yes。chef， 你让我 try 啊。帮你调味 ，OK？ 其实我在新加坡呢是很少吃嘎东拉沙的，所以当我在试那个汤底的时候呢，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太辣，或者是太甜，或者是不够辣。所以在这方面呢，真的是 chef 去调这个汤的味道。我觉得这个烹饪呢，就像人生一样，过程呢虽然有苦有甜啊，有酸有辣，可是最终呢，你还是会达到目的地。OK， 来，好，我放在上面了。你 balance 看 ，Yeah， 刚好。不
然大哥，这条街就因为一个画家，而造就了现在的旅游业，从没落到现在的兴起。所以现在啊，这个地方啊也变成一个打卡点了啊。是，而且你不来打卡，就好像你没来过槟城的感觉。是。自从那个 Ernest 的画兴起了新的一种旅游的一个现象以后，是更多的这个艺术家也在这边做很多的创意。现在呢就要烫这个粗米粉。Hello， 大家好，跟你们介绍，这个是何门，他们这个是 Hello， 你好 Hello 苗 ，This is 喵喵。那不要讲我们没有带东西回来给你吃对，不要讲我啊，们空手来，槟城人都会带东西的。有很多啦。还有他就收 everything 一些，谢谢。所以我跟你讲了，他叫了很多东西嘞，然后我很不好意思嘞，可是我又想到，其实没错，他应该可以吃得完的。看身材。Yes， 嗨，跟妙妙的合作，我觉得还蛮妙的。哎，一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呢，我想象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人。遇见了他，哎，没有一秒是安静的。庄先生，你来啦！今天到你就高兴了，真的吗？拿了一点布多麦用来，你懂了哈。豆麻油，豆麻油，它是这样的。Hello， 又来，one more，OK。怎么你亲我的安迪？我塞，哎呀 ，air kiss 啦，What's the problem？ 我觉得这一次的美食交流会呢，它有一个家的温馨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啊，在众多的嘉宾当中呢，当然也有 Mel 的 Auntie， 非常的和蔼可亲，然后又有一位新加坡的朋友，也就是 Melody。我们掌声欢迎 Chef 荷尔蒙。好，谢谢。今天要呈现呢，就是新加坡的嘎东拉萨，然后里头有血蚶，还有鱼饼，还有虾。然后你们吃的时候呢，你们会觉得那个粗米粉有一点特别，它的这个长度呢是足够你使用这个汤匙这样直接吃。这个就是嘎东拉萨的特色。所以 Melody 你是新加坡人嘛？对。好，所以以前吃过嘎东拉萨啦。是啊，好久没有吃啊，所以现在吃了，哇，真的很 delicious。真的很 delicious 啊 ！Steve， 你在太平那边有没有拉萨吃的？有啊，比较像槟城这样的阿三拉萨，也是阿三拉萨啦。阿三拉萨为主。它好像咖喱米这样，对，但是比较香哦。它勒嘛比较多。OK，by the way， 我们只是没有那一个叶子，其他的都有，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叫咖喱米，只是米粉也不一样，你们用粗米粉。对。Auntie，今天你带来什么给我们吃 ？Chicken rendang and nasi kuning and also otak。otak。那rendang里头搭配那个饭，吃起来就是很香啊，而且那呈现方式我觉得很 Q， 很像老麦盖，你懂吗？我觉得我们选这个地方新巴士一廊真的很棒，这里是文化艺术，其实美食也是一种艺术。不难发觉到了，很多年来啊，槟城呢都是因为旅游业啊蓬勃的发展。不过我觉得最庆幸的就是它没有被这个所谓的旅游业给吞噬掉。每个岗位我觉得都有该有的守护心，守护着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我们为槟城鼓掌好不好？来。Proud to be 槟城人。好了，我们继续吃，好不好 ？OK。很好的开始，进入我们的完结篇。很快呢，你们就知道今天我为你们准备了什么。我很期待。哇！这呢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城市雅罗斯达。Bro， super 香，好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开餐车了，顺顺利利哈。你在握什么？这个食物也说了我们3个兄弟的友情。